男子喝茶喝出双肾结石，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，哪个才更健康？刘先生，55岁，最近忽然觉得腰痛，刚开始他还是以为年纪大了，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肌劳损，可是做了一系列骨科的检查，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刘先生又自己找了几家推拿按摩，结果不仅腰痛没有改善，前几天排尿时后腰部甚至出现了剧烈的绞痛，于是家人急忙送他去了急诊。接诊的张医生了解到刘先生近期不仅腰痛，还出现了尿频、尿急、尿血等症状，高度怀疑肾结石，于是给他安排了双肾 B 超。这一查才发现，原来刘先生的双肾有10几颗结石，最大的竟然有3厘米，还有1颗已经掉进了输尿管，这才引发了肾绞痛。大夫，我为什么会长结石呢？平时有没有经常久坐、憋尿或者不爱喝水的情况呢？张医生问。没有啊，我平时喝水很多的，因为我爱喝茶。一旁的刘太太也接话道，她就爱喝浓茶，喝了10几年了。喝茶，这点引起了张医生的警惕。他若有所思，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了。刘太太闻言不禁皱眉数落，你看看，我早就让你多喝水，少喝茶，你不听，看看现在得了肾结石啊！难道喝茶会导致肾结石吗？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与刘先生产生同样的疑惑，喝茶和肾结石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喝茶就会导致肾结石吗？喝白开水与喝茶哪个更健康？下面我们就来全面解读这些问题。1. 为什么喝茶会导致肾结石？说到喝茶如何引发肾结石，我们要首先看看肾结石的成因。肾结石的主要成分大致分为以下几种：草酸盐、磷酸盐、尿酸等。当出现代谢异常或者体内这些产物浓度过高，就会产生异常堆积，逐渐在肾脏中累积结晶，最终形成肾结石。明白了肾结石的成因，此外，我们还要了解一点，那就是如果长期喝浓茶，体内就会摄入大量的草酸。草酸的别名是乙二酸，其是一种主要存在于动植物之中的有机代谢产物。虽然草酸本身可溶于水，但若其与钙离子结合，则会形成不溶于水的草酸钙，而这也是肾结石的主要成分之一。血液内含有大量的游离钙，这就为肾结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。草酸钙结石的形成和大多数其他类型结石一样，是通过结晶形成、晶体生长和聚集、晶体细胞附着、晶体细胞相互作用的一般结果，最后入侵肾间质细胞外基质，在肾中逐步累积，最终形成肾结石。上文中的刘先生就是因为长期喝浓茶，体内草酸堆积，形成了草酸钙，从而引发的肾结石。由此看来，肾结石的形成的确与喝茶有关，这恐怕让不少茶友担心起来，是不是自己应该少喝茶，多喝白开水？不过，也有不少茶友表示喝茶对身体有好处，到底孰是孰非？下面让我们来看看。2. 喝白开水与喝茶哪个更健康？喝白开水与喝茶到底哪个更健康？是否真如刘太太所说，应该少喝茶，多喝白开水呢？要想知道答案，我们需要了解白开水和茶水有哪些优缺点。白开水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它本质上是煮沸的自来水。一方面，白开水中含有一定的矿物质以及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；另一方面，白开水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循环，调节细胞渗透压，维持人体的内环境平衡，因此饮用白开水是大有裨益的。然而，白开水也有几个小问题需要注意。首先，自来水中加入氯进行消毒，即便煮沸，水中仍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残余氯，这对人体是有一定危害的。所以在烧煮白开水时，待到水沸之后，我们可以打开壶盖再烹煮1到2分钟，使得残余氯挥发。其次，由于白开水需要经过高温煮沸，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一些成分高温沉淀或分解，如水中的碳酸氢钙，在高温的作用下会分解为碳酸钙、二氧化碳和水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垢。水垢交结时也会吸附一些重金属离子，如铅、汞、砷等，摄入这些元素对人体是不利的。不过，现在我们饮用的白开水基本都是经过自来水，水源经过自来水厂的过滤、净化以及监测之后，才会通过自来水管道供给居民使用。
因此，只要是饮用健康的、安全的、经过处理的自来水，并不会对人体有害。最后，如果过量饮用白开水，可能会造成稀释性低钠血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毒。低渗状态下，可能会出现恶心、呕吐，严重的还有可能出现脑水肿、精神失常等。所以，适量饮用尤为重要。茶是一种天然、健康的饮品，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。茶叶不仅具有良好的口味，同时还具有诸多保健成分。茶叶富含各类生物活性成分，其中主要的有效成分如茶多酚、儿茶素类等、茶色素类、黄酮类等，在人体心血管保护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功效。相关研究显示，以患有不同心血管疾病人群作为研究群体，观察每天喝茶情况，可以发现随着每天喝茶量的增加，心血管发生个体数量有所下降。茶叶中的茶多酚可以调节人体糖代谢障碍，而改善糖尿病具有一定的帮助。同时，茶多酚还可以改善促进血脂代谢，改善肥胖体质，并且对改善骨质疏松也有一定的效果。然而，万物皆有两面，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喝浓茶导致肾结石，喝茶也有其他缺点。一是茶叶中含有咖啡因，人体在摄入咖啡因之后会产生神经中枢兴奋，这也就是很多人常常通过喝茶来提神的原因，但摄入此物质其也会影响睡眠，增加失眠症、神经衰弱的发生。二是茶叶中含有大量鞣酸，这种物质会影响铁元素的吸收，有造成缺铁性贫血的可能。鞣酸与蛋白质结合，可以形成具有收涩作用的鞣酸蛋白。鞣酸蛋白是临床中用于止泻的一种物质，若过量堆积会导致人体出现便秘，严重者还会导致腹痛、呕吐等症状。通过对比，我们发现其实喝白开水与喝茶各自都有自己的优缺点，到底哪个更健康，实则尚无定论。日常生活中应结合自己实际的身体状况，不可对一方过分追捧，夸大其作用，也不必对一方望而生畏。喝茶与喝白开水只要适当得宜，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。三、怎样喝茶最科学？喝茶的方式方法和饮用量是否正确，也关系到我们的健康。一、不要饮用浓茶。首先，浓茶会摄入大量的草酸，产生草酸钙的沉淀，容易诱发结石，正如前案中提到的刘先生一样。其次，茶叶中含有咖啡因，咖啡因是一种植物生物碱，它能够兴奋中枢神经，使得人体短暂消除睡意。这也就是我们在摄入含有咖啡因类的饮料时感到精力充沛的原因。当我们大量饮用浓茶时，会导致一次性摄入的咖啡因浓度过高，从而引起交感神经兴奋，产生心慌、心悸、血压升高、呼吸加速等症状。此外，茶叶中含有微量的麸元素，正常情况下对人体没有危害，但若长期饮用大量浓茶，有可能会出现茶叶型麸中毒，早期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疲乏无力、记忆力减退等，长期可能出现骨质疏松、龋齿等问题。茶叶中还含有钴、钠、铜、氮、磷、碘、硒等微量元素，这些物质均需要经过肾脏完成代谢，因此如果长期饮用浓茶，也会增加肾脏负担。二、不要饮用过期茶。很多人认为茶叶没有保质期，甚至认为越陈年的茶叶越好，实则不然。过期的茶叶不仅口感和香气大打折扣，最重要的是可能发霉、变质，产生有毒物质。比如茶叶发生霉变时，会产生一种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。黄曲霉素具有基因致突变性，可造成染色体缺失、畸形、断裂等，从而导致 DNA 合成复制障碍。而这些改变为细胞癌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成为了癌症发展的关键因素。因此，茶叶过期之后，我们应该及时丢弃，不能图省钱勉强饮用，这对人有害无益。三、不要饮用烫茶。人类的消化道受纳食物的正常温度在50到60度之间，一旦超过此温度，对消化道黏膜会造成一定的损伤。长期饮用过烫的茶会导致食管、胃黏膜上皮细胞受到刺激，增加发生癌变的风险。早在2016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报道，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，罹患食管癌的风险将会增加。另外，有研究表明，经常食用烫食、烫水的人患胃癌的风险将提高3倍多。不少人习惯用刚煮沸的水沏茶，
然后即刻饮用，此时水温仍处于80到90度左右。此时饮用很容易对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，因此茶叶冲泡之后要稍微冷却，待温度下降，适口时再饮用。喝白开水与喝茶各有好处，只要适量对人体都是有益的。只是喝茶也要因人而异，如果本身患有结石的病人，建议不要喝浓茶。如果出现了肾结石的症状，一定要尽快就医，避免延误病情。